由于北约持续拱火俄乌冲突，双方在军事上的对抗也越来越针锋相对。近日，北约在波罗的海举行规模庞大的海上军演，而俄海军舰队也将在太平洋地区举行演习。另一支俄军舰队则刚结束在古巴的访问，并将在加勒比海地区进行军演。本次有来自20个北约成员国大约9000名军人、50多艘舰船、45架飞机参与这次北约军演。为期数周的训练内容，重点包括扫雷、潜艇探测以及登陆。上周末，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第24远征队的150名队员，在波兰的海滩上进行了2期登陆演练，随后与来自西班牙、罗马尼亚还有波兰的部队进行会合。北约多国海军、空军和地面部队目前正在波罗的海、瑞典以及其战略的要地哥特兰岛、立陶宛，还有波兰和德国举行演习。这次演习是由北约的海军部队以及美国海军第6舰队组织，将会持续到20号。同时，这也是瑞典首次以北约成员国的身份参与军演。其实，从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波罗的海地区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成为敏感地区。与此同时，据塔斯社18号报道，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将于6月18号到28号在太平洋、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水域举行军事演习。塔斯社援引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新闻处的消息报道称，该舰队已经开始在演习指定水域进行军力部署，约40艘舰艇参加演习。太平洋舰队司令利纳负责指挥演习。此外，当地时间17号下午，由3艘舰艇和1艘核潜艇组成的俄罗斯海军舰队结束对古巴的访问，驶离哈瓦那港口。在离开古巴后，俄罗斯海军舰艇编队还将访问委内瑞拉，并在加勒比海地区进行军演。美国白宫和国防部都曾表示，俄海军舰艇编队的此次活动不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不过，美军还是出动了2艘伯克级驱逐舰和 P-8A 反潜巡逻机，对俄海军舰艇编队进行监视。First place, there's no way the U.S. Navy is going to let Russian warships operate in its backyard without keeping very close track of them. Second, this is a chance to gather intelligence on the Russian Navy. 此外，北约方面仍在持续推高对抗的形势。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当地时间17号宣称，北约国家正在讨论部署更多核武器的问题。斯托尔滕贝格称，北约成员国正在讨论通过提高其核力量的透明度来作为一种威慑手段。他表示，他不会透露北约具体有多少核弹头处于战备状态，但北约成员国正在就此问题进行磋商。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斯托尔滕贝格的这番表态是给紧张局势的又一次升级。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表示，不应无端讨论进行核打击的可能性。俄罗斯只会在特别情况下使用核武器。他不认为目前已出现需要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也是在17号，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在记者会上放话，乌克兰未来会加入北约，但在俄乌冲突中获胜是其加入北约的前提条件。President has said that he believes that NATO is in Ukraine's future. And there's a lot of things that have to be done before they can join the alliance. Like any, first they gotta win this war. Right? They gotta win the war first. 因反对政府医学院扩招计划，韩国医生辞职风波已经延宕近4个月，医疗界与政府的对峙一再升级。韩国最大的医生团体大韩医师协会在昨天发动全面罢工，并举行集会。韩国总统尹锡悦紧急发声，称必须严肃处理抛弃患者的非法行为。昨天，韩国最大的医生团体大韩医师协会在韩国首尔如意岛举行名为“阻止医疗垄断全国医生总崛起大会”的大规模集会，要求政府撤回2025年度医科大学扩招计划，并完全取消对辞职离岗的实习和住院医师的行政处罚。저는의료전문가이자 의료계 대표 중에 한 사람으로서 정부가 의료 현장의 목소리를 제발 경청하고 국민들의 건강과 안전을 최우선으로 고려하는 정책을 마련해 주길 촉구합니다.
大韩医协会长林贤泽向韩政府发出最后通牒，称若拒不接受医生们的正当要求，将从27号起开始无限期停诊。林贤泽表示，由于政府垄断医疗和教育，无数实习住院医师离开医疗一线，政府不仅把辞职医生视为罪犯，还想强迫他们劳动，医协将抗争到底。对此，韩国总统尹锡悦当天在总统府主持召开国务会议时就紧急表态，称必须严肃处理抛弃患者的非法行为。 정부는 국민의 생명과 건강을 지킬 책무가 있는 만큼 환자를 저버린 불법 행위에 대해서는 엄정 대처할 수밖에 없습니다. 尹锡悦强调，无论是从个人还是国家层面来看，忽视患者痛苦的集体行动都不可取。他重申，将继续推进医疗改革，从根本上纠正医疗系统内存在的问题。但他也在讲话中也保留对话的空间，称即使是现在，只要大家回归提出意见，我们将积极倾听，并与各方共同探索解决之道。 韩国政府当天还对参与大韩医师协会集体停诊行动的医学所属个体医生下达开工命令，并计划控告医生单方面拒诊等行为。 据韩国时报报道，在此之前的17号，韩国首尔大学4家附属医院约529名教授就率先行动，组织大规模无限期停诊，参与者占教授总人数的半数以上，手术室的启动率也被迫降至33%。而据大韩医师协会日前向韩政府提交的报告，这轮罢工潮还将关闭1463个医疗地点，约占韩国医疗机构总数的4%。 예, 아직 아침이라서 상당히 한산한 모습이기는 합니다. 그런데 이번 주 수술과 외래 진료 모두가 줄었습니다. 서울의대 교수 비대위는 이번 주 수술 예약이 지난해 같은 기간에 3분의 1 수준으로 급감했다고 밝혔습니다. 为应对此次罢工潮，韩国政府已于17号启动应急方案，针对重症疾病患者实行应急轮流值班制，以减小医疗空缺造成的负面影响。 但事实上，随着双方持续拉锯，依然有大量医疗服务人为中断，手术减少，预约取消，韩国民众及患者苦不堪言。 일주일 후로 또 연기가 돼갖고 교수님이 7월 10일 날로 예약을 해주더라고. 그러니까 불안하지. 결과를 빨리 봐야 하는데 결과를 못 보자. 치료받으러 가면 돈 받고 가면 불안하지. 의사가 우리 경상북도 대구사 아프거든요. 빨리 해결이 돼야 되는데 해결하는데 환자는 괴롭지. 民众愤懑不满，韩国医疗界内部也出现不同的声音，包括韩国分娩医院协会、大韩儿童医院协会等在内的多个组织发声，拒绝用生命做筹码，让无辜的患者陷入无尽的恐惧与危机。有患者权益组织对这些团体的决定表示赞赏。韩国重症患者联合会也表示支持医生们继续履行基本职责的决定，同时谴责大韩医师协会将自身利益凌驾于民众生命之上。 此次医生辞职潮导火索源于韩国政府2月初发布的医科大学扩招方案，内容包括从2025学年度起，将高校医学院招生规模从目前的3058人增至5058人。方案一出，就遭致韩国医疗界强烈抵制，指责改革将导致医保系统资金紧张，医生收入下降，约1.2万名实习和住院医生递交辞呈、罢诊离岗。 截至目前，韩国政府与医疗界已持续对峙100多天。作为妥协，韩国政府于上月修改计划，将高校医学院扩招2000人下调为1500人。上周日，大韩医师协会向韩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其中包括彻底叫停扩招。韩国国务总理韩德洙当天回应，政府承诺不会让返岗医生受到任何不利影响，但撤回医学院扩招的要求难以接受。 据韩媒报道，韩国当局已向大韩医师协会出手，调查其是否违反公平贸易法煽动成员参与罢工。如果被认定违法，大韩医师协会最高将面临1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25万元）的罚款，协会高层将面临最高2亿韩元罚款或3年监禁。我觉得尹锡悦的目标，现在就是只要不要被弹劾。 那么他就可以维持执政，维持坐在总统的位置上，所以医生罢工这件事情，很难对尹锡悦产生影响。